带着妻小从纽约回来台湾之后，经国立艺专艺术科主任李奇茂教授推荐到该校任教，担任副教授教授油画，同时间也在台师大美术系兼课担任讲师，教授素描。阿三悟在授课之余，几乎所有心思都放在创作，除了深入屏东多纳村、好茶村、三地门等排湾族部落，观察原住民生活及文化，同时为展览经常往返台湾和日本。在台湾展览的期间，除了之前提过的在台北美国新闻处举办的吴玄三帆船特展之外，阿三悟也分别于台中、台南、高雄美国新闻处举办吴玄三油画个展，而这段期间也受到不少艺术同好的帮忙，像是在台中的展览期间，就会住在倪朝龙和夫人林慧珍他们的家里，他们把阿三悟当作家人一样，而且还介绍朋友收藏阿三悟的作品。到了台南，就住在一见如故的好朋友陈辉东家里，认识他在永福国小任教。除了介绍很多当地朋友跟阿三悟买画，也安排阿三悟在永福国小展览。有这些同行相助，更让阿三悟的创作之路能更顺利的前进。197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划了一个北京人生态展览，经各方专家指导下，完成一个巨大的山洞及北京人生态状况。这在当时的台湾可说是一个崭新的展出方式。同时间，馆方并规划要制作一幅北京人的画作。接到委托任务的阿三悟，在开始构思草图之前，便认真先做了研究功课。于是乎，阿三悟第一个想到情谊的人就是林朝琴教授，也就是廖师母的弟弟。林朝琴当时是台湾大学地质学教授，他是台东八仙洞史前遗址重要的发现者之一，生前以台湾地形著作奠定台湾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学界尊称他为台湾地质第四纪之父。阿三悟第一次看到画时，就是在林教授的青年街台大宿舍里。林教授仔细地为阿三悟讲解属于更新世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和生活习性，包括颧骨及脑量、产型门牙、全身长毛、没穿树皮，懂得使用脚骨石器，与动物搏斗踩近距离，并推测因打猎时遇到闪电击中森林，发现动物未活，为了躲避野兽，住在山洞，并在洞口保留火种。由于任务时间紧迫，李奇茂老师的学生，当时在军中位阶上尉的画友唐建峰也前来帮忙，协助阿三悟完成一些草图。有时画到半夜，即使牙疼不已，也忍受煎熬，直到草图完成。唐建峰后来因为主编《胜利之光》《无爱无家》等刊物，也经常跟阿三悟邀稿。阿三悟早年的绘画生活感想《阿三随笔》，就是唐建峰在主持《无爱无家》时的连载。他的乐于助人并不求回报的个性，也让阿三悟感动不已。阿三悟在林教授的知识教导，再加上参考《生活》等杂志的图像，得以顺利地如期完成史博馆的邀约，而创造出长19尺、高9尺的北京人巨幅油画。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纽约，或是刚完成的北京人，阿三悟一直热衷从事大画的创作。而让阿三悟致力于大画的创作，就是来自一幅旷世名作《格尔尼卡》的激励。阿三悟当年到纽约最大的心愿，就是到 MoMA 观赏格尔尼卡和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格尔尼卡是大师毕卡索的名作之一，也是阿三悟特别喜欢的一幅创作。这幅作品是西班牙内战时期毕卡索接受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委托创作的1000号大油画，陈列在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作品综合立体派，表现主义风格，描绘西班牙内战时纳粹德国受佛朗哥之邀，对西班牙共和国所辖的格尔尼卡城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惊悚惨烈景象。世博会结束后，该画被运到欧洲各地巡回展出。为保护画作安全，毕卡索决定让画作远离佛朗哥执政的西班牙，最后暂存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并郑重声明，等到西班牙再度恢复民主的自由之日，格尔尼卡才能送回祖国。1973年，毕卡索去世，可惜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未能在他生前完成。西班牙在1977年举行自由选举，西班牙政府费了5年的时间，纽约现代美术馆才把格尔尼卡返还西班牙。